炸鍋了。北京下死命令，銀行必須借錢給老賴國企去還賬，中國金融系統正在被掏空。你沒有聽錯，中國第一次把欠錢不還的人扶上了神壇，還逼着銀行跪着給錢，而且不是幾十億，而是全國範圍、大規模、統一口徑的清欠專項貸款，利率低到離譜，2.6%，審批快得驚人，幾天能下款。對象更是讓全國人民下巴掉一地。那些拖欠中小企業貨款、欠賬幾年的國企、地方政府融資平台、醫院、學校，全都能拿錢。是的，就是中國底層人每天罵的那些老賴。為了不讓地方政府年底徹底崩盤，北京下了一道鐵命令：商業銀行必須掏錢，把國企和地方政府的壞賬通通接過去。注意，是必須，這不是商量，也不是協商，而是剛性政治任務。銀行不想幹，不好意思，你是國有的，你聽誰的？截至2025年12月，已有湖南、山東、廣西、寧夏、福建、江西、陝西等20多個省份全線鋪開執行。甚至有媒體披露，某地一家3甲醫院一次就獲批近1000萬專項貸款，用於償還拖欠3年的供應商款項。地方財政缺錢，國企缺錢，醫院缺錢，學校缺錢，人人都沒錢。但他們都不用負責，也不用改變經營，只要銀行背鍋就能活下去。清欠專項貸款到底是個什麼怪物？一句話，這是把中國金融系統推向深淵的定時炸彈。它看似是在救命，本質是在轉移債務，把原本屬於地方政府、國企的商業欠款強行塞進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裡，而且利率是2.6%，幾乎等於白給。最可怕的是，這些貸款不可能按期還。為什麼？因為躺着借錢的國企和地方平台本身就窮得叮當響。公開數據顯示，全國地方債餘額超過42萬億元，財政部2025年9月數據，其中隱性債務規模超過65萬億元，多家券商研究預測區間。全國地方平台公司中，超過73%現有現金流不足以覆蓋利息支出 ，Wind 數據。這樣一群活不下去的單位，突然讓銀行給他們放貸，結果只能是壞賬加壞賬等於雷爆得更大。為什麼北京要這樣做？原因讓人心涼，因為繼續拖下去，中小企業就要死了。截至2025年10月，中國民營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慘烈到什麼程度？全國小微企業平均現金流只能維持 1.6 個月。央視財經報道，超過 52% 小微企業有不同程度的賬款被拖欠。工商聯數據，2024至2025年間，倒閉注銷的中小企業超過350萬家。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統計，製造業供應鏈上某些行業的賬期從原來的60天延長到210天。如果再不把老賴欠的錢吐出來，中國的供應鏈真的要斷了。所以，北京的邏輯是：地方政府沒錢，國企沒錢，中小企業被拖欠快死了。一旦倒閉，稅收就掉，就業就崩，社會穩定受影響。快年底了 ，GDP 必須好看，只能讓銀行背鍋。換句話說，銀行，你去給老賴還賬。問題是，銀行不是提款機，他們也要活命啊。但現實比電影還荒誕，中國銀行業本身已經壓力山大。2024年，銀行業不良貸款餘額超過 3.2 萬億元，銀保監會。多家城商行、農商行被迫合併重組，銀行利潤增長率跌到 3% 以下，部分地區地方銀行不良率逼近 10%。現在又要強制吸收國企和地方政府的歷史壞賬。這就像一個被債務壓到喘不過氣的人，還要背起隔壁鄰居欠了10年的爛賬。而且這些貸款要便宜，
速度快，風險銀行自己扛。更可怕是，銀行甚至不能拒絕，因為這是政治任務，寫進了市級、區級政府的年度考核裡，所有行長心裡都清楚。不放貸不只是丟飯碗的問題，歷史正在重演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，中國也幹過同樣的事。為了救瀕臨破產的國企，國家強制銀行發放大額政策性貸款，結果銀行壞賬率飆升到 25%， 四大行全部技術性破產，國家不得不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，把 1.4 萬億元壞賬剝離出去。今天的情況和當年驚人相似，國企效率低，地方政府沒錢，賬款堆積，銀行被迫兜底，最後系統性風險爆發。歷史告訴我們，當一個國家開始靠銀行來填所有經濟漏洞時，金融危機已經在路上。只是這一次漏洞多到銀行根本填不住了。為什麼要急着在年底救中小企業？因為2025年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最危險的階段。2025前3季度財政收入增速僅 0.7%，31個省中有23個財政收支缺口擴大，土地財政斷崖式下跌，土地收入較高峰期暴跌 60% 以上。沒有錢，還要穩定經濟，還要降息刺激，還要救房地產，還要穩就業，還要維穩，還要保工資、保民生，怎麼辦？掏銀行的錢。銀行的錢從哪來？老百姓的存款。按官方口徑，專項貸款的目的是讓中小企業拿回欠款，恢復生產。聽起來光明正大，滿滿正能量，但實際運作卻是，國企欠的錢不用自己還，地方政府的爛賬被洗白成銀行貸款，銀行的壞賬未來幾年會暴漲，老百姓的資金被動承擔巨額風險。中小企業雖然拿到一點回血，但只是暫時吊命。這是一次典型的中式救急，用乾淨的錢替髒賬洗澡，用銀行的錢為政府接盤，用老百姓的錢給國企續命。在全球範圍內，只有中國會在經濟最危險的階段做這樣一件事，把所有債務問題集中塞進銀行體系裡。欠款太多的國企塞給銀行，混不下去的地方融資平台塞給銀行，分不出工資的醫院和學校塞給銀行，年底撐不住的中小企業繼續塞給銀行。如果把中國經濟比喻成一家快要倒閉的公司，那銀行現在扮演的角色是接鍋部門主管。壞賬誰來背？銀行來背。風險誰吞？銀行吞。未來誰爆雷？銀行爆。這種操作方式還有一個專業術語：金融體系承壓式轉移債務，把經濟問題丟給銀行，用時間換空間。問題是中國已經沒有空間了，因為過去2年，銀行為了穩增長，背了太多債務，房地產不良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，國企虧損項目，供應鏈賬款壞賬，而現在，政府又讓銀行去接地方拖欠企業的賬款，這就像已經喝飽了水的海綿，還要被強行注滿油，溢出來的一刻就是崩盤的開始。銀行爆雷不是可能，是必然。從2023年開始，中國多地農村商業銀行已經出現風險事件。河南村鎮銀行凍結儲戶存款，甘肅某地農商行擠兌，內蒙古多家農商行被監管接管。這些只是冰山一角。為什麼大銀行暫時看起來穩得住？因為他們還在不斷吞下新的壞賬，把火往前壓，把雷往後拖。但時間拖得越久，爆炸越猛烈。銀行是中國所有經濟問題的垃圾桶，現在垃圾已經堆到天花板了，而清欠專項貸款就是朝垃圾桶裡
再倒一轍。更可怕的是，這次政策正在制造一個中國經濟歷史上最大的泡沫。大部分人都搞錯了，清欠專項貸款不是清欠，而是換皮。舊賬變成銀行貸款，商業信用變成金融信用，社會債務變成系統性金融負債。看起來數字漂亮了，政府欠款減少，國企賬面變乾淨，中小企業收到錢 ，GDP 還能往上，但泡沫也跟着變大了。銀行資產表裡壞賬佔比變高，房地產價值繼續下跌，地方政府收入繼續枯竭，中小企業繼續沒訂單，全社會的信用體系被破壞，經濟不是變好了，而是變得更假、更虛、更危險。這叫數字穩了，風險炸了。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把風險推向銀行的行動。等到銀行的雷暴到無法掩蓋的那天，清欠專項貸款就會成為壓垮中國金融系統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。一個國家最可怕的不是經濟差，也不是債務高，而是所有人都知道問題在哪，卻沒有一個人敢解決。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錢不夠，而是錢已經沒了，卻還要假裝一切正常。而當一個國家開始靠銀行去填所有漏洞，靠借新債去補舊債，靠轉移風險去制造安全感的時候，危機已經不是可能，而是時間表。清欠專項貸款只是中國經濟無力自救的縮影。它告訴我們，地方政府已經窮到底了，國企已經扛不住了，銀行已經被壓垮了，中小企業已經被掏空了，老百姓已經沒信心了。經濟運行靠的不是增長，而是維持表面。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最危險的階段。